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猫莉。如果你喜欢柔软的面包，那就一定要试试看这一款有棉花口感的北海道奶酥吐司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做面包面团。在面包机的和面桶内加入25克鸡蛋液，加入牛奶140克，加入糖30克，加入盐2克，加入面包粉250克，加入奶粉10克，加入无盐黄油25克。把面包机的和面桶放到面包机内。我的面包机有自动投放酵母的功能，如果你的面包机没有，可以在最后一步放入酵母。这里我们需要酵母3克。投料全部完成后，我们选择面包面团功能，揉面加发酵1个小时。在等待面团发酵的这1个小时，我们可以来制作奶酥。我们需要室温软化好的黄油50克，用蛋抽把黄油先打散。接下来需要加入糖粉25克，把糖粉和黄油搅拌均匀。这时我们可以加入盐1克，分2次加入25克鸡蛋液。这些材料搅拌均匀后，最后一步就是加入奶粉60克。继续充分的搅拌，直至奶粉全部消失。最后把它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，用刮刀轻轻一抹，可以抹匀，但是又没有流动性。很快的，我们的面包面团已经发酵好啦。我们用一个手指沾一点干面粉，在面团里面戳一个小洞，这个洞不回缩，就说明面团已经发好了。我们把它转移到揉面垫上，双手轻压面团，给面团排气，把它整理成一个圆柱形。面团排气整理好后，我们就用刮刀把面团分成3等份。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切得不够准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秤来称量一下。取1份面团，把它压扁，开始整形，把它所有的边都朝中心折起来。然后这样轻轻的推，可以让面团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膜，这样就揉好了。这3个面团都进行同样的操作就可以了。面团整理好后，我们给它们盖上一层保鲜膜，让面团在这里休息15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取一块小面团，把它放到揉面垫上，轻轻地把它压扁，然后把它翻过来。接下来我们要把面团整理成一个长条形。这时取出我的擀面神器，超级不粘的擀面杖，这在我上一期的好物分享里有提到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接下来耐心的把这个面团擀成牛舌状。面团尽量擀制的要厚薄一致。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奶酥馅涂抹在面片上面，底部最后一点不用涂哦。
奶酥涂抹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面团由上到下的把它卷起来，记得开始卷的时候要稍微紧一点，到后面的时候收口一定要捏紧，然后收口朝下的放入到吐司盒中。没看清楚的，我们就再来做一次。全部都整形好的吐司，把它放入吐司模具中，然后放在一个温暖的地方发酵。我是把它放在了烤箱里面，因为烤箱的湿度不够，我在里面又放了一杯热水。当面团大概发酵至2倍大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烤制了，大概需要60分钟左右。取一把锋利的刀，在面团上面切开一个割口，然后把准备好的黄油片放在缝隙处。烤箱这时已经预热好了，那我们把面包放入充分预热好的烤箱里，上下火175度，烤制40分钟。由于这款面包没有加盖，所以呢上色会非常的快。在大概烤制5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发现面包上面有些上色，这时可以在吐司上面加盖一层锡纸，这样可以防止上色过度。40分钟后，香味浓郁的奶酥吐司就烤好啦。刚出炉的面包金黄金黄的，好像吸满了阳光，真的太诱人了。我们家做了2次奶酥吐司，全家人都超爱吃。这款奶酥吐司不用开酥，一撕开就是满满的馅料，香味浓郁。撕开后组织又非常的细腻，真是满满的诱惑。如果你也喜欢柔软的面包，那就一定要试试看这一款奶酥吐司，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面包一次吃不完，可以用保鲜袋密封，放在冷冻库中保存。下次要吃的时候，用微波炉或者烤箱加热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这样保存面包，就算再次加热，也会和刚烤出来的一样美味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猫莉，看完别忘点个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。